当其他大模型在 EM 上下文直接溢出得分分时，这款 28B 模型单卡吞下1000万 token， 还能稳拿 93.3% 的高分，跟 GPT 5.6 Luna 比怎么样？这就是 Poke AI 刚刚发布的 Poke ESIC 28B， 这是 Poke AI 刚刚发布的 Poke ESIC 28B， 一款专为私有边界设计的 28B 纯文本基础模型，单卡真的能跑吗？带着这个疑问来看看它的底细。回顾频道过去8期的演进，从华为全站开源到腾讯 H2i3 用 MOE 降本，合规与推理成本一直是行业的主旋律。这种以单卡大容量暴力破解成本的做法，与同行拼凑思考量的路径截然相反。到这儿，窗口在哪儿已经清楚了，可它为什么偏偏在这几天？这就触及了长城代理的第一道资源瓶颈。当任务无限拉长，算力和上下文物理极限随时会导致模型崩溃。但 Poke ESIC 28B 通过大规模稀疏注意力架构，让单卡架构在不溢出的前提下，实现了 10M token 的极长上下文加载。这种吞吐效率意味着在处理极长文档时，用户几乎感知不到等待。这意味着长链条的实时交互首次跨过了延迟带来的体验红线。10M 上下文让记忆压缩和减脂变得可有可无，改造了代理架构。长文本核心意义在于彻底免去了长城代理必须进行减脂的麻烦，极限已经拉开，合规的账怎么算？但这引出了第3台阶的合规边界，它采用授权许可而非开放全值，确保核心数据绝不出客户边界。在安全测试中，它将 DTAP 攻击成功率压到全场最低的 35.6%， 良性指令成功率达 82.5%。 长文本红利让代理不再因减脂而丢失精度，但代价和风险也很现实。在 Terminal Bench 2.1 上，它只拿到 65.1%， 落后于 Luna MCP Atlas 的交互轮数也相对偏少。为什么基准要拿内部测试说事儿？因为部分量研跑分依赖内部测试，宣称能在 RTX 4090或端侧运行，也缺乏 B200 之外的实测支撑。风踩完了，落地该怎么选？进入第4台阶的落地抉择，其输入定价仅为 0.15 美元，且代替零原生集成 VLLM 与 Sclang 生态。长文本意义不仅在于存资料，而是让长城代理无需做减脂。企业应权衡业务需求，决定是否在单卡长文本与隐私间做取舍。最后送上一张截图收藏的落地避坑清单，先确认 VPC 许可证是否商用，核对非 B200 硬件负载，再决定是否上车。没别的，装一个试试，反正开源不要钱。